很多影视剧还在依赖热搜、营销和夸张剧情吸引观众时，野和荒长却用一种近乎安静的方式，狠狠击中了无数人的心。上线首日热度直接突破8373万，相关话题迅速登顶榜单。可真正让人震惊的，并不是数据，而是观众看完之后那种久久无法平静的情绪。因为他没有刻意制造狗血冲突，也没有强行塞入工业糖精。他最厉害的地方是让观众慢慢走进角色的内心。你会发现，这部剧从来不急着炸，他没有一开始就安排轰轰烈烈的告白，也没有靠误会堆叠刺激观众。相反，它像一条缓缓流动的河流，前期越平静，后面的情感越汹涌。很多观众说，本来只是随便点开，结果越看越停不下来。他不是在演爱情，而是在演真实的人生。有些情绪甚至像在照镜子，而这才是真正高级的情感叙事。真正优秀的作品从来不是靠喊来打动观众，而是让观众在某一个瞬间突然沉默。野和荒长做到了。娱乐圈里有很多 CP， 但真正能让观众相信他们就是命中注定的却少之又少。而 Karen 与翟一莹这一次真的演出了那种无法替代的宿命感。这是他们第3次合作。很多人原本以为合作次数多了，观众会审美疲劳，可没想到他们反而越来越有味道。因为他们之间最可怕的并不是演技，而是一种自然到几乎真实存在的默契。一个眼神，一次停顿，一句没有说出口的话，观众都能感受到情绪。有时候真正高级的表演不是撕心裂肺的哭喊，而是明明什么都没说，却让人瞬间破防。尤其是在重逢戏里，两个人隔着人群对视的那几秒钟，弹幕几乎彻底疯了。有人说，他们不像在演久别重逢，而像真的错过了彼此很多年。这句话直接点出了这对 CP 最致命的魅力，因为他们之间没有刻意营业的甜，有的是成年人压抑过后的克制，是遗憾沉淀之后的不甘，是明明还爱却不敢轻易靠近。这样的情感比任何直白的告白都更加致命。很多青春爱情剧的问题在于，角色永远停留在青春里，可野和荒长不同，他真正拍出了时间对人的改变。少年时期的他们青涩、倔强、敏感，喜欢一个人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。那时候的爱很纯粹，也很冲动。可长大之后，一切都变了。现实开始介入人生，梦想、压力、责任、家庭、前途。人开始学会隐藏情绪，开始不再轻易说爱，也开始懂得很多事情并不是努力就一定有结果。于是他们再次相遇时，观众会明显感觉到一种复杂的拉扯感。明明心里还在意，却再也回不到从前。这种时间留下的痕迹才是整部剧最让人上头的地方。因为现实中的我们其实也是如此。很多人真正忘不掉的从来不是某个人，而是那个曾经为了爱情奋不顾身的自己。野和荒长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让观众重新看见了那个自己。现在很多影视剧总喜欢追求爽感，误会3分钟解决，分手马上复合，爱情像快餐一样迅速。但野和荒长却反着来，他没有回避遗憾，反而把遗憾变成了情感最重要的一部分。因为真正成熟的爱情本来就不可能一帆风顺，他们错过过，误解过，沉默过，甚至在最需要彼此的时候没能站在对方身边。可正因为如此，后来每一次靠近才显得格外珍贵。很多观众看到后期时都会忍不住哭，不是因为剧情多虐，而是因为太真实。现实里的爱情本来就充满来不及，来不及解释，来不及拥抱，来不及说一句其实我一直没有忘记你。所以野和荒长真正让人痛的并不是分离，而是那些明明深爱却没能及时表达的瞬间。但也正因为这些遗憾，重逢才有了意义。如果从未失去，又怎么会明白陪伴的珍贵？叶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女主，她没有完美人生，
也没有一路开挂，他甚至可以说是在孤独里长大的，没有被偏爱，没有被命运特殊照顾。很多时候，他只能靠自己一点点撑过去。但也正因为如此，他身上才有一种极其动人的生命力。他像黑夜里的河流，安静、克制，却始终没有停止向前。很多观众会发现，野河荒长并没有把叶和塑造成等待被拯救的人。他不是柔弱的小白花，更不是依附爱情而存在。即使没有任何人，他依然会成长。而沈缺的出现，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英雄救美。他没有替他解决人生，而是理解他，尊重他，陪伴他。真正高级的爱情，从来不是我来拯救你，而是我知道你曾经受过很多伤，但我依然愿意站在你身边。这样的关系才真正让人羡慕。野河荒长最值得深思的一点，就是他对成熟爱情的理解。他没有把爱情拍成占有，也没有把恋爱变成控制。相反，他告诉观众，真正成熟的爱是两个独立的人在成长之后依然选择彼此。这句话看似简单，但其实很难，因为现实中很多关系都会慢慢变成消耗。有人为了爱情失去自我，有人为了陪伴放弃梦想，还有人把爱变成束缚。可野河荒长里的两个人却始终保留着自己的灵魂，他们彼此靠近，却不会吞没对方。他们相爱，但也允许彼此成长，这才是真正健康的关系。很多观众看到这里时都会突然明白，原来最好的爱情不是轰轰烈烈，而是你在变好的路上，刚好有人愿意陪你一起走。因为他真正懂得，情绪比剧情更重要。很多剧拼命制造刺激，可观众看完就忘，而野河荒长却像后劲极强的酒。你刚开始可能觉得它节奏慢，可越往后看越容易陷进去。它最可怕的地方在于留白，有些情感它不说透，有些眼神它不给答案，有些沉默比台词更有力量。于是观众会开始主动共情，开始把自己的故事带入进去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明明已经追完剧，却还是反复回看某些片段。因为真正触动人的从来不是剧情本身，而是剧情唤醒了观众内心深处的情绪。那些关于青春、错过、成长、遗憾和重逢的记忆，会随着剧情一起被重新打开。而这也是野河荒长最成功的地方。在这个充满快节奏和情绪刺激的时代，很多作品越来越浮躁，大家习惯了反转，习惯了狗血，习惯了用强烈冲突吸引注意力。可野河荒长却偏偏选择了另一条路，它不喧哗，不刻意煽情，却靠着真实与细腻，让无数观众彻底沦陷。因为它让大家明白，遗憾并不代表失败，没能走到最后的人也未必不重要。有些感情即使不圆满，依然会在生命里留下深刻痕迹。而真正成熟的人也终究会学会接受，人生本来就不是所有故事都有结局，但那些曾经认真爱过、认真痛过的瞬间，本身就已经足够珍贵。或许这就是野河荒长最想表达的东西。他讲的不是童话，而是真实人生里那些无法复制的心动与遗憾。而也正因为真实，所以才格外动人。